大家好，欢迎收看扣码电竞。随着2023 LPL 春季赛常规赛第一周比赛的结束，英雄联盟赛事官方公布了2023 LPL 春季赛第一周的最佳阵容、周 MVP 以及最佳新秀。不过有意思的是，来自 IG 的新人上单 YSKM 不仅入选了周最佳阵容，同时还包揽了周 MVP 以及周最佳新秀这两个奖项。不得不说，这位渴望别人认识自己的新人选手，仅只用了2场比赛便征服了大多数的 LPL 粉丝。周最佳阵容分别是 YSKM、Karsa、Rookie、Ruler、Wink。上路的 YSKM 自然是不用多说，15分钟参与击杀与场均单杀都是来到了第1名的位置。而在他春季赛第一周的表现，也是有不少网友们表示在他的身上看到了 Dasai 的影子。当然了，曾经像 YSKM 这样在 LPL 首秀就能够一鸣惊人的并不少，更主要还是作为新人能否戒骄戒躁，继续成长下去。也正因为是新人，或许大多数 LPL 战队对 YSKM 没有真正的了解，但这些队伍一旦开始研究起 YSKM 的时候，他又能否从容应对，还是要打问号的。所以 YSKM 能够入选周最佳阵容，同时还包揽周 MVP 以及周最佳新秀，固然让人高兴。但是在高兴之余， YSKM 的挑战其实才刚刚开始。打野位置的 Karsa 虽然在第一周只打了1场比赛，但他的竞技状态与表现的确是相当不错的。Karsa 这人就属于薛定谔的心态，你说他会吧，他豹女什么的都挺抽象的，但你说他不会吧， S10野和版本他进4强了。他在电狼的时候，解说都说他 ban 了豹女不会玩游戏，来 LPL 已经成长很多了。当然也是因为 S10那年纯粹是人强，拿什么英雄下线都不会低。但是 Karsa 年纪大后最大的短板就是操作，不然上线绝对是冠军打野。年纪大了 Karsa 越来越多的是拼的节奏和头脑，特别是在面对小天的时候， Karsa 展现出了游刃有余的应对。而雷达哥这个名字也再一次在 LPL 中响起， Karsa 算是头脑型打野的典范了，这么多年一直都保持在打野前几，其他打野经常版本一变直接就拉。 Karsa 是啥版本啥体系都能玩，适应能力很强。不过问题也跟小虎一样，只能掌控 LPL， 但愿今年世界赛能像他采访说的那样突飞猛进。如果不看电竞春晚最后一局的表现， Rookie 在常规赛首周的发挥的确是让人没话说，但是在面对 WBG 的最后一局比赛中， Rookie 很明显是没有打出自己该有的表现。当然了，毕竟只是第一周，选手的竞技状态以及团队的磨合自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仅从 Rookie 在新赛季的首秀来看，最佳阵容中单给到他倒也算得上是合情合理。然后就是下路的 Ruler， LPL 首秀便能够拿到一个4杀一个5杀。 Ruler 这位曾在2022 LCK 夏季赛 ADC 中独一档的选手，果然是名不虚传。而作为老将， Ruler 在又大1岁的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如此出色的竞技状态，的确是值得人尊敬的。Wink 正式转型成为辅助之后，居然打出了非常亮眼的表现，特别是在与 RNG 的比赛中， Wink 更是化身成为了复合，不断帮助 IG 找到关键的机会。并且有意思的是， Wink 其实还不算真正的老将，但是在这支更加年轻的 IG 战队中， Wink 很显然就是一位老将了。所以当他转型成为辅助之后，不仅带来了相当出色的表现，同时他老将的赛事经验其实也是给到了 IG 其他年轻选手非常多的帮助。 LPL 本次第一周最佳阵容的评选，除了中单位置之外，其他4个点的评选都还是比较合理的。总体来说，还是有很多选手或战队给观众们带来了比较大的惊喜。从整体观赛的角度来说，第一周还是挺精彩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第一阶段 LPL 重启线下赛之后，基本上所有战队的选手都是很开心的，加上 LPL 新增了选手的个人出场环节，因此有很多选手用比较搞笑的整活方式出场，经常是能逗得观众哈哈大笑。选手们心态好，比赛放得开就会很精彩，观众的观赛体验也会好很多。年后的比赛将会在1月30日正式开始，届时各大战队都需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也希望各支队伍都能顺利打出理想的成绩，能有更多年轻的选手崛起，帮助提升 LPL 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你们觉得周巨佳阵容合理吗？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